刚提到这个金门、厦门这个海域的问题啊，大陆的这个舰艇增加到11艘，就它就基本上它的这是什么海巡吧哈，那海警了哈，那就等于我们的海巡了。金融时报的报道是说，大陆研究船也加大了，也进入台湾的海域。研究船本来做科学研究的嘛，他说哇，这个这个前3年了哈，每年只有2次，现在呢最近到了9次，1年来9次，那这个是无人研究船哦，叫做珠海云号，那也就是说呢，这个船呢可以搭载50架无人机，就表示这个船也不小，而且呢看起来它的这个能力甚至呢攻击力都蛮强的哈，所以呢他们就怀疑是不是替解放军来探路，那两岸的风险冲突会不会升高啊？国台办说管碧玲很冷血那说撞船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这国台办说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那管碧玲冷不冷血？海军署回应说没有不冷血，冷血不是事实。那我们没有，的确我们是没收证录影，已经表达歉意的，抱歉，我就没录嘛，那你要怎样呢？对不对？我就拿不出来嘛，那这已经跟你道歉了，我那就是没录啊，你现在生不出来啊。国台办强调，现在两岸搞了8次9次了，是沟通，并不是协商。大陆很坚持，什么协商就一定要在9·2共识之下才叫协商，你只要不跟我谈9·2共识，我都不叫协商只是沟通而已这老共他非常坚持这一点那所以呢，这个经过9次闭门会议。那他们现在评估要不要用书面致歉？大陆说你们都不，这道歉都不讲一声，死了2个人，好，那我们书面看要不要那管碧玲就说没有破裂了检方还在调查了，看检方调查结果怎么样了那协商没有共识，国台办就说你们承认9·2共识，我们就可以谈判。现在根本没有谈判嘛，根本不是谈判。看一下。大陆渔船疑似遭到海巡署船只碰撞翻覆，导致2死1案。海巡署副署长许敬之与陆方代表团27号傍晚进行第9次协商，经过长达1小时才结束，但协商结果双方都低调，不愿多谈。等一下还要再继续谈吗？讲一下吧。有没有带什么消息回来啊？不管记者如何追问，许敬之始终保持沉默。但与会人员透露，双方慢慢有共识，陆方要求的道歉可能会改成书面致歉，双方将各自想法与内容用文字做表述。对此传闻，海巡署没有证实。金厦水域事件引发国际的关注，在今天国台办记者会上呢，媒体人数是明显增加的。像是日媒就有4家报名出席，包含了日本 NHK、朝日新闻、共同社以及日经新闻，都非常关注陆方企图把金厦海域钓鱼台化。台湾是中国的台湾，那我们的海警部门在自家的海域执行公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陆国台办除了重申大陆方面保留一切措施权利，后果由台湾承担，也痛批海委会主委管碧玲。管碧玲把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呢当成是个人政治表演，隐瞒真相，推诿卸责，谎话连篇。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歉意、一句道歉，还对善后工作不断的设置障碍，极为冷血，为人不齿。狠批台湾官员，大陆国台办保持强硬态度。不过，对于媒体提问，大陆渔船越界捕捞有错在先，如何加强管理？大陆国台办避重就轻，认为台湾应该先公布真相，满足遇难者家属诉求。世娟，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讨论非常非常多天了。那在民间上面，我听到最大的氛围是，其实民众根本不相信没有密录器这件事情。那今天这个。看来金门检方他们要办案方向是有可能往过失致死罪，去办理。那这件事情对海巡署的基层是整个炸锅。我看网络上这些基层的海巡署人员是非常觉得说，我们努力在执行捍卫我们国家，可是碰到这种事情却是往这样子的方向来去做侦办。那这个海巡署的副署长讲说，10吨级以下的 CP 艇我们没有标配密录器，只有要手持 V8。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听来是非常荒唐的。我们的海巡署跟大陆渔船交手绝对不是第一次，有非常非常多的次的经验。连警察基层员警在办案、在巡逻都要带密录器了，何况是在海上执行跟
对岸相对于敏感的议题，这种接触的是没有密录器的，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而且我看国民党王宏威委员好像也有提出来说，这个5年前就已经质询过了，为什么今天还在要动用第二预备金，花2000多万去买这些密录器？你手持 V8，这更不合理。在海上这种快艇在跑的时候，你要求海巡人员要拿着 V8去录影。过去其实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上也讨论过，在这个台湾海峡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子对峙的事件，为什么那时候都有画面？难道那时候画面全部都只是手持 V8吗？这是我很大的疑问。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说，大陆最近都是用这种灰色地带的这种战略模式，在跟台湾民进党在做施压。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是经常会发生，台湾人民需要在乎的是什么？到底海巡署，到底你们这些行政官员对于这些事情的 SOP， 这才是大家最在乎的。要不然这个如果事情再发生，到底怎么解决？好吧，两岸的学者赵春山啊。他说，两岸主权争议现在浮上台面了，就谈主权了，到底是谁的啊？未来只有对抗，绝对不可能好啊！因为主权争议在两岸浮上台面啊，以前大家不谈主权嘛，啊，说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那现在呢，你要跟我谈主权，对不对？好，那就来谈了，哦，那就麻烦啊。那福建的红十字会会长说呢，他也认为说不可能没有录像，就不可能没有录影啊。他们认为说，好像呢，民进党政府故意把红十字会的这个重要性越降越低，越降越低。最早的时候是红十字会谈，民间谈嘛啊。那马英九啊也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政府毫无作为啊。那另外呢，这个媒体是说，在道理跟事我们都不容易占到上风。理上你没有录，对不对？人家死了人了，事他又比你强势啊，所以呢，只有赶快停损吧。把温度降下来，不要这边扯过来扯过去。我刚刚在看到那个朱凤莲，对不对？在骂那个管碧玲有没有什么这个冷血啊，什么猎人不止什么？哎，这种吵来吵去都要打仗来，打仗的前兆就是这样吵，哎，讲话多难听啊，对不对？通常外交上不会这样讲的，一定是讲的比较婉转，这已经到了赤裸裸的在骂了，等于是来金。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大陆在这个台湾选后的时候，本来蛮克制的啊。然后呢？然后接下来的他对台湾的第一个施压就是 M503嘛，然后那3道航线，然后台湾在这件事情的表现上面呢，也是就除了这个抗议啊、表达不满之外，其实也无计可施哈。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自己很瞎的，就说本来要派团到这个，本来那个旅行团呢可以到大陆去了啊，后来呢，又突然就不能够去了，6月1号又禁了。然后非常的不幸的就是发生了在春节期间的时候，2月14号发生这个翻覆事件。你知道在之前的时候，国台办的克制其实已经被大陆上面的这些的网友呢都已经骂翻了觉得说你这个赖清德当选了，你们还这样子这个无所作为所以他后来呢慢慢的给你施压，用这个什么 M503啦，然后这个的事情呢来增加我们这个他们自己可以主权范围可以决定的，他就这样子做了可台湾方面的应对呢，就是显然就没有针对这些的事情上面呢，能采取一个能够让这个事态的争议呢往下降温的一个手法。然后你碰上了这个渔船翻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呢，真的也是非常的这个荒腔走板第一个就是说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这个说谎在先。然后后来像被挤牙膏似的呢，弄出了这个事实。然后之后呢，陆委会呢在背后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他事实上陆委会呢有要借这个事情，因为两岸之间都没有办法沟通嘛，都没有办法协商，所以呢陆委会呢在背后呢就想要主导这次的事情呢，造成呢两岸因为这次的意外不幸事件，逼对岸上谈判桌。所以说呢，对方呢派出来的人虽然说有这个台办的这个副主任，可是他们挂的呢都是红会的这个招牌。可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海基会去，然后呢陆委会在后面呢这个指导，就希望呢能够造成这样子的谈判的这样子的印象，那对方就不买账嘛。对方不买账，所以才会现在一直在强调，就说，这个我们这个是红会啊，我们这个没有说是这个协商哦，我们这只是有沟通哦，就是说。我们这个蔡英文政府呢，就是一直在他们执政这8年来，每次呢都想要借这样的这个事件呢，来去呢打破，就说你不跟我们协商，对不对？你看发生的事情，你还是要来跟我们协商啊。
这如出一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第二个，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情呢，要非常的清楚的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善了的这个事情哈。你看到大陆方面呢，在处理这个事情非常有节奏，他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事情呢是事态严重，然后呢，到后来呢，当我们说这个是禁限制水域的时候呢，他们就派出了他们的这个海警船，然后就登船到我们的这个观光船上面做临检。可是我方呢，却在应对上面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严肃的事情来看待吗？然后呢，当双方的这个人员好不容易在金门开始协商不顺了之后呢，他们的船呢就增加了，从这个原本呢可能2艘就变4艘，然后到这个昨天呢一度传出这个谈判破裂的时候，没有达到对方所要的这个要求，对方下面要求是什么？道歉赔偿，好，然后要负起这个责任，人跟船要回去，然后没有达到对方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他的船就增加了，变成11艘。我们现在就变得很被动，就必须是变成是好像对方拿着这个枪在背后抵着你，你要一切按照他的要求来去处理，否则的话这个事情不能够善了。这件事情，就算你现在呢，你退到最后的一个地步，就说啊，我们道歉也道歉了，赔偿也赔偿了，他船不回去了，你怎么办？赵鑫。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海巡署的基层同仁，他们其实很认真，第一时间就写了非常详细的报告。我跟大家讲，至少8页，包含是当时翻覆的时间点、翻覆的状况在哪里翻覆的，当时的风浪多高，全部都有记录。然后呢，他也都如实上呈了，给了包含海巡署长等等的。海巡署呢也召开了这个自己的应变会议，叫某些人准备新闻稿。结果呢，怎么样的？出来以后，新闻稿的内容跟他们当时给的报告更不一样啊。一个是呢，事实上面它里面写到的是说，这个大陆的这个船蛇形巨检，然后我方碰撞它包含是船的左后方跟我们船的右前方碰撞。现在这个船体的照片有出来，你们自己去看是不是长得一样然后呢，因为撞击而导致翻覆。结果我们的新闻稿怎么写的？我们写说是对方蛇形巨检不慎翻覆，然后一直到金门地检署出来讲，我们才知道有碰撞，然后到现在行政院长陈建仁他还不承认说导致翻覆这件事情。可是民进党从上到下，从陈建仁到管碧玲到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指控我所提出的报告是假的，没有。他们拿了几张什么认知作战，根本没有人在传的单子，在那边讲说好可恶中共认知作战。但对我所举出的相当详细的报告询问，是不是这就是海巡第一时间的报告？没有人敢说是假的。所以我觉得海巡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站在海巡弟兄身边，我们共同承担。可你不可以说谎啊！你说谎以后，你没有影片，没有影片没关系，我们过去也没有什么行车记录器啊，就古早时代。那难道今天出事了就找不到真相了吗？没有，你有雷达图嘛？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2月22号的时候，海巡他出示的是示意图，不是真正的雷达图呢？你第一时间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精密的分析？是因为他们有雷达图，都传上去了，海巡都知道，高层都知道，但他不拿出来。再来，是不是因为撞击而导致翻覆的？也未必需要影片啊。你今天有做船体的撞击试验，你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嘛？你有做鉴定，就知道了。还有第一时间他们就通联，赶紧向上回报，所有的通联记录是不是都可以作为证据？所以今天当然我们知道没有影像这件事情，海巡署已经就是做错，他们也必须要道歉。可我要强调，影像没有当然很糟糕，我也谴责过很多遍，但大家仔细想哦，除了影像以外，还有非常多可以列为真相跟证据有参考性价值的东西，海巡海委会通通没有公布，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啦，就是说，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人不死都没那么大的问题，死了就人命关天嘛。那我们这样想啊，就是办这个事情的态度，你就把这个死的渔民，如果是我们的渔民，我们会希望怎样办？你用这个将心比心，这样去处理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船因为还在嘛，翻了嘛倒过来嘛，对不对？把它修一下啊，最多是引擎进点水嘛，我们开看嘛。我没有会船的，会开船的，开看会不会翻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开看，然后如果什么样状况会翻？怎么样？这个不撞会不会翻？撞到什么状况才会翻？你大概就知道哦。到底这个船本身也有可能这个船很烂啊，那一碰就翻了，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像那个船员讲的，我们平常大转弯我们都没翻啊。
看看这个船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个实际去试试看就知道了嘛。否则那个船压在那个地方，你要在那边检察官看半天，哦，这每个洞，那每个洞又怎样呢？我觉得最好就检验是最好的方式，开看那个船怎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今天228哈，蔡英文任内最后一次啊，去参加228的追思活动。他说要诚实面对历史，啊，要这个解密也要在这个促进转型正义啊。那今天是77年哈。那蔡英文说，转型正义不是针对国民党啊，那他将来要公开更多的政治档案，我就是赶快公开啊。对啊，有很多身份档案赶快公开哈。家属在骂说杀人元凶还坐在纪念馆大厅，就讲届时了，还在中正纪念堂大厅里面了哈，所以他是杀人元凶啊。那赖清德也去说，他就职以后继续要推动公平正义哈。那另外呢，这个萧美琴说我们要珍惜民主自由啊。陈其迈主持228追思会说，我们以后不会再不会再沉默。已经讲很多了。就你到现在为止，你什么时候点过啊？该讲就讲。戒严时期有可能不敢讲，但是之后其实有什么不敢讲的呢？啊，什么都敢讲。柯文哲说，民进党转型正义成绩不理想。哦，那蒋万安也去参加228家属音乐会，啊，然后听这个斜巴掌，说他有领悟，要从政者要听巷弄夜里的声音，因为斜巴掌是夜里在巷弄卖那个烧肉粽嘛哈。那中国时报的社论是说，哎呀，每次228时间就被民进党变成这个取票的这个事件得票了哈，提款机说是不是应该走下神坛了不应该这个再把它变成政治上的提款机啊。好，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228事件77周年这一天，总统蔡英文前往嘉义参加追思大会。这段艰困的过去是台湾历史的伤痕，要治愈伤痕，必须了解受伤的原因。当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真相，互相倾听，才能够缝合伤口，致上我们的百合。在228纪念碑前献上百合追思，当选总统后首次参加228纪念活动。副总统赖清德选择返回台南，说要跟大家一起追思那个年代不幸牺牲的受难者。这次事件是台湾历史上国家政府所犯落来上严重的错误。不只是个别的受难者牺牲性命、受到伤害，甚至真侪家庭因此支离破碎，嘛，互迄个年代社会精英整体消失，这对国家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他表示，自从台湾民主化之后，政府展开一连串的补救工作，包含认错道歉、立碑办追思活动等等。他也允诺520上任后会继续推动3项工程。第一，我会坚定团结国家人民，守护台湾安全。第二点，我会透过不断对228事件的反省检讨。让更加多人会当了解228事件。第三，我会继续推动国家过去所犯下非法的工课的平反的工作。他强调，为了国家更好的未来，希望大家真正团结，共同打拼。我觉得228当然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伤痕哦，不管对任何人来说，特别是对这228后代的这个家属来说啊，今天这个日子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感伤的一个日子。我想每个人面对这228都是一个非常的谦卑，不管是民进党，特别是国民党，不管是从马英九时代，还有包括张孝言，还有张孝慈，我记得他那时候就首先办理了这样的音乐会，然后也是试图用他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所谓的和解。只是呢，这件事情每一次到了这个部分里面，就会被框上了，好像过去的这些历史就完全要关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身上。我觉得无可否认，永远是这样。我记得在2016年我们一上任的第一次的立法委员的时候，第9届的时候，转型正义就喊得震天的响。转型正义，你若要厘清真相没有问题，但是你真相的这个事实是完全只针对国民党呢，还是
针对过去大家一起来面对，我觉得这部分是有很大的一个讨论的空间。我光说是一个，因为转型正义里面呢，它还要牵涉到非常多，像是党产，这也是在属于转型正义部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大陆的这些事件当中，红十字会，对不起，你要是有印象的话，红十字会那时候也就应该在转型正义的名号之下，被认为是国民党的附随之资。那时候的王清峰那时候当会长，他那时候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们红十字会怎么会是被列为一个所谓的附随组织？我们那时候为了这些，不管是在做急难救助，在做很多事情方面，他条列了非常多的部分。可是也是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这样的口号，这个正义的口号之下面，太多的事情，也就在这个口号之下，也是在那时候的民庆沸腾之下面，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非常多的真相。所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完全同意厘清真相，面对历史的一个现实，该是怎么样，该给人家的补偿，该给人家的哀悼都要用。可是你不要扩大的去解读，可能不是属于你的这个部分。像说陈其迈所提到，我们不再讲，民进党执政8年，什么都是你在讲，你从来没有讲过。那你对于这样的事情，你还可以发出什么样的声？拿出来谈，面对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不要讲。但是呢，这绝对不是一个对特定政党或对定某一族群的人，该在这个时间里面用一些非常隐晦的方法来告诉你，你必须要到底是如何。我觉得这个东西面对现实，就是大家一视同仁，那才叫做现实。不止蔡英文执政8年，陈水扁当时执政8年啦，对不对？他也没点过啊。来，洪伟。我今天早上其实才去那个林义雄先生家的墓园，因为每年的228，其实大概都会是在林家的墓园。那当然，一方面纪念228，一方面也是因为林宅血案在228哈。那今天这个林太其实也在现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说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讲哈，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自己当然除了很多支持者。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在意这件事，因为包括也有好几件，其实在白色恐怖的案子，其实一直还没有侦破。林宅血案是一个，陈文成案是另外一个哈。那我觉得，其实转型正义的工作，我衷心的认为这件事情是跨党派一起来做。去年底，当然我们其实通过了几个法，包括不义遗址的条例，也包括政治档案法的修订。因为之前在讨论很多政治档案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是这个永久保密没有办法，所以大概去把它这个解密的这个条件做了一些更改，透过政治档案法修改。那今天大概是这个政治档案条例要修正开始施行的第一天，在基本上今天，我自己是希望是说能够透过更多这种法制化的工作，把一档案拿出来。坦白说，这里每一个档案拿出来，里面当然我觉得很多也许是国民党当然执政时威权时代的一些事情揭露，但恐怕也不只有国民党。事实上也不只有国民党，可能也包括当时有很多党外的人士在这里面，一些相关的，不管是当时在每一个历史的当下的反应态度等等等，我觉得都可以接受。我觉得大家就回到这些历史里面，好，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一定是要从党派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的事情，但是我是觉得透过这些法制化的工作，一一的可以来推动了，所以。我就讲一个事情，其实现在有很多转型正义推动的民间的人士，他们也觉得民进党还做不够啊。有时候这些人也还是觉得蔡总，你这个事情好像这个还有可以再做更积极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各方对这个事情都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我是觉得今天就228这天来说，我觉得大家维持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比方像我今天也不想说就要拿来什么大骂国民党，倒也不是这个事情。可是回到这个历史里面，该反省的事情就反省，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再做得更好。至少我今天一早上，我觉得大家在林家墓园纪念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态度跟心情。叶国兄，就是每一年到了这一天，其实我心里是有很多感慨了。我记得那时候在立法院的时候，施明德有一天来找我。他说是大家应该要和解的时候了啦，那这个228这个事情总是要告一个段落我们是不是来发起一件事，就把228改为一个国定假日，在那一天呢，所有的同胞们大家都静静的来这个来检讨这件事，然后呢，最重要彼此要原谅，然后要抛开这些事情，所以就找了几个人一起当提案人，要把228改为国定假日。我现在因为时间太久远，我不是记得那么清楚。我记得施明德、我还有高雄林鸿忠然后还有徐成坤委员，他们几个人。然后我记得大概是有一天吧，就97年吧，大概民国86年吧。
那应该那一天应该是什么时候？我刚刚有稍微查了一下，大概是2月24号，施明德还找了徐成坤跟我3个立委开了个记者招待会，正式要求把228定为国定假日，因为它很重要，而且最主要是要追求互相的谅解宽容这样。然后不久呢，黄信介先生又在国父纪念馆主持一个228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一个这样晚会。然后林义雄先生那天我是很感动，是林义雄先生在现场，他念一首他写的诗，他的开头语他是自己先讲的。他念这首诗前，他说一句话说我要用国语来念这首诗，我要用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这个语言，来念这首诗。我觉得哇，林义雄讲那句话，我其实我心里觉得说，心胸是真的是很大哦。但时间过了那么多了，我们回来看啊，我想多数人都希望228就是一个历史上一个很悲哀的一页，但是大家都没有，都是希望说这个事呢要互相谅解，然后呢最主要要走过历史的这一页，不能每天粘在这上面嘛。但不可讳言，台湾是有一些的人，他们是不想忘记，他自己不想走出这个阴影，他也不让别人走出这个阴影。当然还有人可能有一些政治利益的考量，但是不管怎么，我要想讲一件事，就是说，对于我们当时很希望大家把它定为一个国定假日，因为最重要是要试着提醒大家，我们该走出历史的阴影的这些人来讲马英九去参加228的这个纪念日有人要过来吐他痰。那去年呢，蒋万安参加228，有人要过来想要揍他这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这样的错误是马英九要负责吗？这样的冲突蒋万安要去负责吗？还是我们这些人那么笨，当时就是配合施明德把它改为国定假日，让大家有那一天的时间，有那一天的机会，可以来斗争，可以来羞辱马英九，羞辱蒋万安，然后再羞辱蒋家，是这样子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啦。每一个国家都在每一个政府或者是每一个族群，都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都至少犯过一次的错误。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大家都认为我们都曾经做错事的人，或是我们的祖先，我们应该彼此原谅，而且要共同鼓励自己，不要再犯。但最重要一件事，走出阴影吧。休息一下再回来。